次晨，徐小普单独去见右老，右老拉了他就到贾尔叶爱路、金东平路见到某公，某公大为震怒，立刻下了手谕，限定霸占的军人2天内迁出。这一次的申诉效力急速，当天晚上那班军人全数退出，而且还有人很客气地打电话请徐小普来接收。当晚徐氏约了我同去武昌路，徐小普一进门别的都不看，只到后边去看那幅作为裱画着用的木板是否存在。一看之下，原来这块裱画板已全部拆坏，小普顿足长叹，愤慨不已。经社8才子，经社活动以吟诗作画最多，经社中秦伯蔚、程门雪、严苍山、盛心如、张次公、张赞臣、于洪孙、陈存仁等人诗词、书法、绘画最具风韵，称为经社8才子。已有书画文稿传世，如程门雪之梅花、严苍山之鱼虾图等不逊画师。我看那块裱画板的位置长有4丈，高达8尺。他说这幅裱画板原是特别定制用来裱3、4丈的长卷的，是用大块阴木花了很大的功夫制成的。当时著名的裱画家刘定之裱长卷也常向他借用，因为这幅裱画板是用阴木制成的，阴木俗称阴沉木，缝蚀不长，缝造不裂，厚的做寿板，价值极高；薄的做家具以及裱画板，来源少，得来不易。所以这幅板不仅上海没有，在江浙2省也找不到。徐小普收回了武昌路的老宅之后，曾经招待经社同仁在宅内聚餐，又展出了许多书画和医药文物。我轻轻地问小普，右老方面是否曾经送过礼？小普说，不能的，不能的。于右老绝对不收一个钱，尤其是托他办了事之后，任何东西送不得，一送之后会火冒8丈高，从此永远绝交。他真正做到了不收钱、不要钱的地步，而且他除了喜欢珍藏几份碑帖拓本之外，家中亦无常物。从前他送我一件文天祥的长卷，也是别人送给他的，当时说明以后有什么贫困的陕西老乡、革命同志以及落魄的文人，经济上有困难时，凭他的便条要我加以援助。他又有一幅马送给南京的富翁蒋驴子，凡是有什么人流落南京，他便写便条要蒋驴子救济他们。他对经济的调度就是如此而已。又过了2个月，我碰到徐小普，问他是否向于右老道谢过。他说亲自登门道谢，右老明明在里面，他拒而不见，我只好留下一张请柬。不料他当天就打了一电话来，说不必多此一举。这一件事情是我所深与其事的，其他类似这种乐于助人而不忘报的事，我知道的很多，因为是属间接听来，数不多数。总之，于右老公正廉明，经办任何事情是一个钱都不要的。一支笔杆，竞选失败。民国37年1948，我当选国民大会全国中医师代表。进京之前，曾经由朱经农等宴请上海代表100多人，席间征询大家的意见，副总统应该选什么人。当时由程苍波等7人先后起立发表意见，都主张选于右老为副总统。因为右老对上海历史深，他办过《民呼》《民誉》《民权》《民主》等报纸，而且还主办过复旦、上海等大学，对教育有贡献。本人又生活淡泊，公正廉明，当选副座最为适合。
我心中也决定投他一票。到了南京，传闻某公不愿担任总统，党内以于右任为目标，党外以胡适之为目标，但是选举的事情变化万千，谁也抓不到主意，结果只有听凭大家自由竞选。我一到南京，首先就去拜谒右老。于右任的住所简陋之极，但是每小时总有100-200人来拜访。于右老屋内摆着一张写字的桌子，来访问的人可能的话就以一幅凭条相送，另外有一张长桌，放着他签名的照片2000张，每张签有个代表的名字、分省、分市、分县以及分别职业的排列着，由代表们自己捡取。我看他这一种错置，就悟到右老只凭一支笔杆和声望来作为竞选的力量，而最受代表们感动的就是他家中的陈设，简陋的比普通百姓都不如。我和右老见面，不过相互点头招呼而已。但是其他竞选副座的人手法就完全不同。李宗仁对各代表各供给一辆汽车，由司机早晚服务，而且还包上几个大旅社，只要是代表身份，不问时与不时，都可以住进去。每天午餐晚餐席设各大酒楼，旨酒佳肴免费供应。孙科、程潜也是天天摆酒请客，各代表每天收到各式各样的请帖，多到不计其数。只有于右老凭一支笔、一张纸来选举，形势当然大大的不利。到将近开始投票时，于右老也有一张请柬发给个代表，他出席演讲说：“我家中没有一个钱，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。今天的东道实际是老友冯自由等20位筹集，我只是借酒敬客而已。”等到投票开始，采取淘汰制度，第一天投票，于右老仅得493票，即被淘汰。我和各代表为之唏嘘不至。选举告终，我和若干代表，其中有今在香港的西玉书、金振玉伉俪等，特地到于右老住所，想去抚慰他一番。这时门前冷落，屋内只坐着冯自由一人，为他整理笔墨。见我们，他说：“右老身无分文，只凭人格声望和笔墨来竞选，这怎会获得成功呢？”这一次右老的竞选失败，完全是我被老友昧于事情所造成的。